你一个只会打游戏追剧的混子，也敢质疑我的方案？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，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！何助理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。爸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人家叫我滚。段经理，何助理通知10分钟之后管理层开会。哎，我没空，不去。可是何助理说了，这场会议是宋总的意思，所以您必须得参加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段经理怎么了？他不是从来都不参加会议的？谁知道呢？这可能是何助理特意安排的吧？这何助理向来喜欢挑他的刺儿，估计啊，今天要有好戏看了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此次会议。今天何助理要宣布一个重大方案。各位，经过我1个月的努力，终于为公司策划出了一条革命性的营销方案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公司的市场份额一直遥遥领先，因此我们更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得失，而是要一鼓作气，直接砸入800万进行投流。我相信，不出3个月，我们就能占领整个高端市场。何助理所提的方案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，谁质疑这个方案，就是在质疑宋氏集团的未来。我不允许有阻碍公司发展的人出现。宋总，您先别生气，各位要是有任何意见，都可以提出来。宋总都对他言听计从，还有谁敢反抗？这上次策划部的小张就提了2句，这第2天就被辞退了呀。First blood。段经理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就一直在玩游戏，你是对我的方案有什么不满意吗？没有。是没有还是没有听了？段林希，公司会议室不允许打游戏啊！差点忘了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就算说了，你也不一定听得懂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既然你问我，那我就说说吧。你这800万去买一堆没有用的曝光，还不如直接把钱从楼下扔下去，噱头拉美，这效果不比你的方案强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方案漏洞百出。首先，目标客户群体定位错误；其次，投放渠道选择不当；最后，连 ROI 计算错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看不出来，你这钱投进去，纯纯打水漂。哦，不对，打水漂还有个回响，
你这个纯纯搞慈善啊？怎么，我们何助理最近在拓展新业务，资助投流公司？你一个只会打游戏追剧的混子，也敢质疑我的方案？我现在宣布，你被开除了！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！何助理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。爸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人家叫我滚了。知道了。你知道有什么用？你得让爷爷同意回家才行。爷爷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什么娃娃机？再说，我跟那宋旭根本就不认识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这怎么结呀？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。你以前没见他，现在见也不迟啊。我和你宋爷爷都说好了，你现在就去宋氏集团上班，和宋旭那小子好好相处相处。我不去，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自己做主。我打算少废话，现在就去。我不去。不去是吧？印科，我要出来，我不是了。孙女不孝顺，我活着也没意思，我不管了。我去不行吗？你别走。宋家现在有难，咱要讲情义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知道了吧？好，我帮还不行吗？给你躺好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吧？我会安排。好吧。爷爷，这段时间我按照您的要求，暗中动用各种资源，让本该破产的宋氏成功上市，更是让宋旭一跃成为洪氏商业新晋者。可惜，却敌不过何许飞的花言巧语。唉，爷爷，赶紧同意我回家吧。我不想说，你非得让我说，我说了你又受不了，真是有病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现在被开除了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等我爷爷同意，我自然会走。现在就让你滚，否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随便你。段锦熙，这里是宋氏，不是你家，和你爷爷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了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你确定要赶我走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，你别不识趣。段林熙，宋总跟你说话呢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能来宋氏上班，不就是仗着你和宋总有婚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宋总都发话了，你还不赶紧滚？否则什么？段林熙，你竟然弄坏了我的手镯！你知道这值多少钱吗？30万，你赔得起吗？自己摔的，站不稳。
怪谁呀？段林熙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不仅扰乱会议，还损坏他人财物。我现在以宋氏总裁的身份通知你，你被公司开除了，收拾东西，立刻离开公司。宋总，还摔坏我的手镯，这可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今天必须要让他背这个手镯。段林熙，今天你要么赔我的手镯，要么我就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好，我赔。30万是吧？30万，现在涨价了，300万。你做梦呢？段林熙，这可是宋总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本来就是无价之宝，300万让你赔就已经是便宜你的了。你要是不服，你让大家评评理啊！是啊，这宋总送的礼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？段经理，你认了吧。这损坏东西赔偿天经地义，不过以段经理的工资，恐怕要赔到退休了吧？段林熙，听到了吗？赶紧赔钱。不过你要是赔不起的话，你就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让你少赔一点。宋总的未婚妻又能怎样？我欺负你，你不还是得照样得受着？300万不会再加了吧？什么意思？300万送到宋氏集团办公室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段林熙，你装什么装啊？随口就让人给你送300万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装模作样。段林熙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手镯你可以不赔，但是你我2人的婚约必须取消，你我2人从此再没任何关系。你确定？段林熙，你听到了吗？只要你跟宋总解除婚约，手镯我就不用你赔，赶紧给我滚啊！我走。你敢打我，找死！住手！住手！红氏银行的万行长，这可是财神爷呀！他来咱们宋氏干什么？这难道是为了送贷款的事儿？不会吧，这点小事儿怎么会让行长亲自来干？万行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段小姐，郑经理吩咐我们办理的300万现金额度的付款。啊？什么？辛苦了。万行长，这点小事儿哪能劳烦您来呀？我听爷爷说过您，爷爷一直很想请您吃饭，不知今天晚上……段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，可以随时告诉我。你可以走了。好的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你们宋氏集团开会是这样又打又骂的。这么没有规矩的公司，之前批的那笔贷款还是先不要放。万行长，万行长，何助理那800万的营销方案，全靠这笔贷款，现在钱没了，还做什么呀？段林熙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赶紧让万行长把所有的贷款资金批下来。如果公司资金周转出了问题，我饶不了你。宋雪，你是眼瞎吗？明明是何雪飞得罪了万行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300万，一分不少。你的镯子现在归我。你的镯子我赔完了，现在该来谈谈我的手机赔偿。一个破手机能值多少钱啊？确实不值钱，也就800万。段林熙，800
80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段林希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800万，你吹什么牛呢？段林希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这个手机估计连800万的零头都不到，损坏物品按原价赔偿，你这是讹诈。一个镯子让我赔300万，这合法吗？宋总，您刚才去哪儿了？现在过来当正义使者？段林希，你吹牛有瘾吗？一个破星奇手机你敢要800万，你还有理了？普通手机确实不值这个价，但我这个不一样。难不成你这手机是金子做的？就算是金子做的，它也不值这个价吧？何雪飞啊，何雪飞，你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你信不信一会儿新奇集团的郭总就会因为这个手机出现在我面前？怎么可能？3、2、1。段林希，你少在这疑神疑鬼的。郭总，星奇集团的副总裁郭新强，这种大佬平时只有在新闻上才能见到，今天竟然来咱们宋氏，不会是因为段林希的手机吧？哎，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因为宋氏的合作来的。可这个合作对宋氏来说可算是大单，但对于星奇集团来说不算。郭总为什么亲自过来了？郭总，我是宋氏集团总裁宋旭，您这次突然来访是？段小姐，我们刚刚检测到您的手机受到异常撞击，触发报警装置，我们担心您有危险，特地前来查看。什么？郭总竟然也是为了段林希来的？这手机里居然有报警装置，这居然还能让郭总亲自带人来营救，这简直是太魔幻了吧！段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，就是手机摔了一下。段小姐，这手机损坏严重，维修的话，配件更换至少要500万。什么？修个手机怎么可能这么贵？你在质疑我吗？看好了，这是全球限量版定制机型，内置新奇最尖端晶片和最高端的加密技术，领先市场最先进旗舰机至少5代。由于成本高昂，目前还在测试当中，无法普及。目前成本价格至少800万。800万？这是鉴定报告和购买合同，自己看吧。800万？怎么会有人用800万的手机？段林希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配知道。你还是赶紧想想，这800万该怎么赔吧。我不信，你们这是合起伙来演戏，这是讹诈！我郭新强，堂堂新奇的副总，讹诈你？嘿，宋总，这就是你们宋氏集团的员工，重用这样的人才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宋氏集团的水平。至于我们之前的合作，还是算了。什么？郭总，何助理他只是一时冲动，口不择言。我们，宋总，你还是先把段小姐的手机赔了再说吧。你们要是不认同我们的报价，可以走法律程序。我们新奇律师团队3600人，随时奉陪。星奇集团的律师团队号称法庭必胜客，一场官司打下，别说是何助理，就算是整个宋氏，也不够人家塞牙缝。宋总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！宋总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！何雪飞是公司的核心人才，他的价值远不止800万。郭总，您看这笔赔偿，我们宋氏集团来出，可以吗？宋总，我只是提供资料和证明，至于赔偿事宜，您还是找段小姐协商吧。
3天之内赔偿必须到账。可以。段小姐，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那我就先走。郭总，我们后续的合作，宋总，先把公司打理好，再谈我们后续的合作吧。星奇可不是什么草台班子，都配合作的。宋总对何助理还真是好，800万的赔偿说承担就承担了。但是你爸爸和爷爷能同意吗？闭嘴！宋董和老董事长同不同意，关你什么事？用得着你操心？够了，段立希，我答应你，赔偿3天之内一定会到账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我的婚约必须取消。一个被开除的废物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让我滚？是你弄丢了宋氏的贷款，搞砸了与新奇的合作，到底谁该滚？看来我得找宋老爷子来评评理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打扰董事长？一个靠男人赔偿的蠢货，也配和我叫嚣？你够了，段林希，我不管你和万行长还有郭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但是现在这是宋氏集团，现在都得听我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可是宋老爷子请过来的，我看谁敢动我！段林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宋老爷子请你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你配吗？段林希，用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，只会让我感觉到更恶心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老董事长好，老董事长好。爷爷、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段小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段小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董事长就是个只会打游戏和追剧的窝囊废，你怎么？给我闭嘴！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对段小姐不敬？爸，就算段林希他要真也有什么身份，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吧？打她还是轻的。你知道段小姐是谁吗？性格狂妄，先前我告诉你段小姐的真实身份，是怕你心里有负担。谁曾想，你竟然敢这样对待她！混账！段小姐可是……老爷子，乔扭的瓜不甜，我们2家的婚约就此取消。不，段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宋家的错，求你给我们宋家一次机会吧。宋旭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段小姐道歉！我凭什么跟她道歉？段林希，我不管你到底有什么身份，我不管你到底为什么能让我爸爸和爷爷站在你那边，我宋旭今天绝不道歉。混账！段小姐，宋旭不识大体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不必了，我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样的气。既然宋总不愿意道歉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出出气了。开始吧。段小姐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跌了呀！股票跌了！可是的呀，我身家1半都在公司股票里呀！这完了，这全完了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既然还在降，再降下去，我们怎么跟股东们交代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段林希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
段林希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？不可能！不惜一切代价，给我稳住宋氏股价。宋总，对方资金远超过宋氏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投进去救市的钱瞬间全被秒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段林希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？凭什么？为什么我已经得到了宋总的赏识，却还是比不过他？宋旭，你赶紧向段小姐道歉呀！难道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宋氏破产，你才满意吗？快呀！宋旭，道歉！宋旭，道歉！宋总，不能道歉。我们宋氏集团市值数百亿，单凭他一个人，我不信他吃得下去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能为宋氏复仇，让他好看。你给我闭嘴！干的好事啊！跪下，段小姐磕头道歉。没事吧？啊，只有何助理是为我真心考虑的人，你凭什么道德？宋旭，你这个不孝子，真要为了这个蠢女人去得罪段小姐吗？啊！你知不知道段小姐她可是……我不管她是谁，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仗势欺人的人。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宋旭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说你最讨厌仗势欺人，何雪飞仗着你撑腰，方案做的烂不让人说，还朝我泼水，甚至30万的手折让我赔了300万，这算不算仗势欺人？你别把自己说的太高尚。这半年来，我约了你28次，你拒绝了我28次，4次都说在忙。我看是在和何助理在一起吧？那又怎样？那是我的自由，别拿着你那套狗屁娃娃亲来威胁我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根本不懂何助理的价值。公司能够成功上市，他居功至伟，谁能给我带来价值，我就认可谁。段林希，你又为公司做过什么？宋氏上市是他的功劳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这半年来，你的方案总能顺利通过，开出的项目总能顺利签约，甚至你的贷款总能走特殊通道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才能出约，各位老总欣赏我，也是因为何助理帮我摆平了所有的障碍。你才华卓越，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这全靠段小姐在背后支持你，你才有今天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。看清楚了，我动用了57个商业关系为你服务，让宋氏上市，让宋氏成为商业之王。而他呢，随便几句花言巧语，就把你骗得团团转。你胡说！宋总，你别听他的，宋氏能有今天，都是我的辛苦付出啊！是我……闭嘴吧！这个自以为是的东西，你这个狐狸精！你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就在这口出狂言。行了，宋董，我爷爷已经同意我回去了，我们2家的婚约正式举行。段小姐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宋家的错。这婚约，让他走，我不需要一个仗着家族势力、仗势欺人的未婚妻。很好。宋氏集团的股票已经跌回半年前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停下吧。段小姐，段小姐，
宋旭，你糊涂啊！爷爷，一时的股价波动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相信雪飞，只要能在我身边，未来半年里，我们会创造出更大的商业奇迹，让我们的宋氏比之前更强大。没错，我相信宋总。宋董，老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辅佐宋总。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只知道搬弄是非的小人！打死你这个只知道搬弄是非的小人！你要打就打我吧。爸，爷爷，你们都误会何助理了，他一直都是为我好。我相信，假以时日，你们一定会对他有所改。而且，用不了半年，我就会告诉你，之前半年来宋氏集团所有的成绩，都是由我亲自创造出来的，与他段林希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天不由我宋氏啊！宋总，您放心，虽然今天宋氏遭到暴击，股价大跌，但是只要拿到清水湾的项目，就一定可以迎刃而解。到时候您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的实力。3000万的清水湾项目一旦谈成，所有问题迎刃而解。之前江氏所有的项目都是你谈成的，这次还交给你，没问题吧？宋总，您放心，江氏项目部副总林尚利已经完全信任我了，只要我出手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西水湾的合同准备一下，宋氏那边来人了，你直接给过去。好的。江总，刚收到消息，段小姐被宋总赶出宋氏，婚约也解除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据说宋总是为了何雪飞才将段小姐赶走的。宋旭那个蠢货，他不会真的以为他有今天是因为何雪飞吧？江总，那清水湾的项目还要给宋氏吗？不必了，没了林夕，他宋氏也配和我们合作。公开招标。好的。林总，这杯酒敬你，感谢这半年来您对我的照顾。何助理，太客气。林总，清水湾的项目就有劳您费心了。何助理有心了。这个项目虽然是公开招标，但是只要让我满意，以我的地位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正让您满意。按照宋氏照相，江府都是直接，这美人和钱白送过来，不要白不要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林总，您放心，只要项目顺利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哦，好。宋总，累了吧？喝杯咖啡解解乏。雪飞，这次多亏了你提前搞定林副总，我们在明天的招标会上才能更有底气。宋总，您过奖了，这些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。只要能帮到您，帮到宋氏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你和段林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他除了会借助家世背景耀武扬威之外，还会做什么？而你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才够。宋总，只要明天清水湾的项目竞标成功，之前所有的危机都会迎刃而解。到时候我看谁还敢质疑你。宋氏
一定会在您的带领下走上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你说的对，雪飞，等我完全掌控了宋氏，绝对不会亏欠你。好。哟，这不是段大小姐吧？听说你被宋氏赶出来了，忙活了大半年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感觉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抢人的。既然你现在和宋氏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不如考虑考虑我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认真的，像你我这样的身份，联姻是逃不掉的。所以，你与其跟一个陌生人，不如考虑考虑我。咱俩可是青梅竹马，15年同窗，至少知根知底吧。真是人间不知。段灵溪，刚离开宋氏不久，这么快就无缝衔接上，看来你对宋总的感情很一般啊。你有事吗？这男人竟然比宋旭长得还帅，段灵溪这个贱人，凭什么吃这么好？而且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，长得贼眉鼠眼的，跟我们宋总比差远了。我跟他比差远。是吗？我听说你们宋氏也要参加江家的清水湾项目呀？怎么，你也要参加竞标？段灵溪，我承认你有些背景，但是你也就只是一个会靠家境的废物，而我才华横溢，一定会帮宋氏拿下清水湾的项目，你输定了。那就祝你好运喽。一个小白脸，傍大款也要找个靠谱点的，像段灵溪那样的人，哪天把你吃干抹净，一脚踹。谢谢啊，滚。行了，雪飞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跟在段灵溪身边的男人，肯定是为了钱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，又怎么能入得了宋总您的眼？咱们还是赶紧先上去吃饭，今天晚上还要研究清水湾的项目。怎么了，李欣？想什么呢？我以前怎么这么傻，以为隐忍和退让就可以换来理解和尊重。林欣，这不怪你，只是宋旭和何许飞那种人根本不配你去的付出。没错，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尊严。要我怎么配合啊，我的段大小姐？清水湾这个项目，你只用一句话，我现在立刻宣布。不，我不要那死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赢。我不仅是为了竞标，而是为了当场撕开何雪飞的才华。我要让宋旭知道，他引以为傲的才华和能力之下是有多么的不堪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让人调查林尚丽，漏洞百出。何雪飞能拿下项目，无非就是利益和私欲。以他的性格，在明日众目睽睽之下，肯定会忍不住自保。我只需要搭建好舞台，等待他的好戏登场。好，走了。I don't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, but I do know Captain Cedar. I'm with Candace, TT2B, and by all of me, I'm eager. I've been through, they gotta check in. 何雪飞竟然说
我比宋旭差远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我跟他谁比谁差。今天是商业竞标，你不注意点形象？我跟你打娘胎就是的事，我在你面前要什么形象？不过你要是喜欢高冷静谧的，我也可以装一装。江总，久仰久仰。那你先拔。段林熙，你还真敢来自取其辱。江氏项目部林总林尚利已经答应何助理将项目交给宋氏，你赢不了。宋总，听说清水湾项目已是宋氏的囊中之物，恭喜啊！宋总本就才华出众，现在又有了何助理，更是如虎添翼啊！到时候吃上肉，也给咱们留口汤喝呀！一定一定。看到了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清水湾的项目已经是我们宋氏，你还不赶紧滚出去，省得等会儿在各位老总面前丢人死。我们段家资金雄厚，技术顶尖，远超宋氏。我就很好奇啊，林尚利他凭什么来？那是因为何助理才能出众。接个电话。段林熙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靠资金技术拿项目？那不然呢？你装什么清高啊？像你这样的都不知道睡过多少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咱们何助理真是厉害。那是自然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了他不少好处。这次的项目，我势在必得。你还给他塞了钱？不可能，他哪来的胆子，竟敢受贿？这可是上层阶级的规则，你个小白脸懂什么呀？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能拿到江氏的项目吗？那是因为江副总他欣赏我，我知道给他好处。你们懂个屁，绝处，还资金技术，有个屁用！林尚利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说出这种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江氏集团的总裁？江氏反腐条例。江氏的反腐条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还想举报林副总？你无凭无据的，谁会信你？段林熙，你找的这个小白脸也太没有脑子了，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老兄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呐！林副总来了，你们还想举报他，让他知道你们死定了。林总，那边有个草包子说要举报你，您快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什么？举报我？那个不专业的东西，好大的胆子！就是他。林副总，他竟然拿出江氏的反腐条例说要举报你，你说搞不搞笑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什么话都能乱说。林副总，他就是段林熙养在身边的一条狗，就算他去江氏局了，谁会嫌他厉害？到时候，你许飞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？你别在这里对我胡言乱语！你要是再胡言乱语，我被丢出去！林副总，昨天我们在床上说的好好的，答应的好处哪里少得了你？这何雪飞，他就是个疯子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您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我可真的没收过他1分钱的，江总！什么？江总？难道你就是江氏集团的江映安？这不可能！林副总您好，我是宋氏集团的总裁宋旭，感谢您答应将清水湾的项目交给我们。我代表宋氏全体员工向您保证，一定不负所托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什么时候答应把项目给你了？这宋氏集团人都是脑子有泡，
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呀，江总。什么？你是江氏集团的江总？清水湾的项目，你们宋氏出局了，请你们离开。江总，您别生气。何助理是因为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才说您和段林熙是不正当关系。我这就让他给您道歉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是我刚刚不识您的身份，是我出言不逊。何助理他心直口快，但是他的业务能力出众。您把项目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让您。能力出众。当然，若非如此，林副总也不会给他那么多项目。你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。何助理，江总这话什么意思？绝对不能让宋旭知道，我之前的项目都是靠不正当手段拿到的。肯定是段林熙搞的鬼，他嫉妒我拿到项目，所以说故意想法子想要针对我，针对宋氏。咱们还是先走吧。走，拿不下清水湾的项目，整个宋氏都完蛋了。即便是段林熙要搞针对，江总也不会随随便便为他主动，一定是你上次得罪了他，让他怀恨在心。我们现在得赶紧去道歉，一定要求得江总的原谅。宋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到更好的项目。今天咱们还是先走吧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事情瞒着？怎么会啊，宋总！既然江总他的态度都那么明确了，我们就算再强求，合同也未必进行的顺利。咱们还是先走。这里是上层阶级的规则，你是小白脸懂什么呀？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拿到中心项目，那是因为你不给他信任，我能给他带来好处，懂吗？你去还自揭技术，给他信任。什么？该死的段林熙竟然录像！没想到啊，宋氏集团总裁助理何雪飞是靠这种手段拿到项目，怪不得这半年江氏所有的好项目都被宋氏搞走了，真是没想到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快关掉，快关掉！竟然背着干这种事情！不，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说出这种？不能是江氏集团的总裁。江氏党主条例。江氏集团条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朝是朝，还想处罚林副总？你无知又不气的，不是欺负。你找这种小白脸太没有脑子，就是说江总，我求求你别再放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别再放了。行贿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说江总是小白脸儿，这不瞎了眼了吗？还当着江总的面自曝给林副总许了好处，真是个蠢货。这宋旭也是一个没脑子的，竟让这种人当助理。何雪飞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宋总，我就是太在乎你，太在乎宋氏了，所以我才……诸位，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。现在，我以江氏集团总裁的身份正式宣布，江吕尚立逐出江氏。清水湾的项目，宋氏出级，以及之前和宋氏合作的其他项目，全部作废，重新招标。怎么办呢？江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和江氏合作的每个项目，都事关宋氏3年的战略，事关数千人的身体。你不能这样。那又怎样？要怪就怪你自己有眼无珠，任用垃圾当助理。一身财，走吧。江总，我必须得到江总的原谅，拿回项目。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滚开！宋总，宋总。段大小姐，今天我帮你出了口客气，请我吃个饭，不过分，想吃什么都行，我请客。
请上车。江总，江总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何雪飞的错误，我没有想到他竟敢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当众行贿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希望您能再给宋氏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以后所有的项目都会以最高的标准完成。让我满意，你怎么保证？用你那个草包助理来保证？江总，您误会了，雪飞他虽然有错，但是他的能力是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。近半年来，宋氏所有的项目，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绝无半点。您只要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他一定让您满意。宋总，我本来以为贵公司只有何雪飞这一个草，现在看来，连你也一样。江总，您这话未免说的也太过分了吧？我知道，你和段林希的关系并非一般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女人这样羞辱我吧？羞辱？到现在你该不会还以为我取消项目是因为何雪飞吗？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。这半年来，之所以你宋总要什么我就给什么，完全是我看在林希的面子上，跟你那个废物助理没有半点关系。他只不过是一个跑腿和拿好。只要林希在宋氏一天，不管何雪飞有没有给林上利好，项目都是宋氏。但是林希现在已经离开宋氏，所以说宋氏的所有拥戴自然已经取消。至于今天的事儿，只不过是复杂，所以请宋总别给我找。至于您说的所有项目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纰漏，那是因为所有项目的上流和下流的合作商林希都打过招呼，所以他们才会100%的配合，才会让你宋氏成为一骑绝尘，跟你那个废物助理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你若不信，那就等着看林希离开了宋氏之后，看看你那个宝贝助理究竟能否像以前一样，今天也能打你宋氏。林希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云安，我们走吧。不过宋总，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我和林希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，所以我替他感到不值。他竟然在一个眼盲心瞎的废物身上，白白浪费了那么长时间。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宋总，您别听他胡说，宋氏能有今天都是我的功劳啊！那个江一安就是为了替段林希出风头，所以才故意诋毁我的。滚开！你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现在清水湾的项目，原先合作的江氏集团的项目也没了，宋氏危在旦夕，你让我怎么相信？宋总，您听我说，没有了江氏，我们还有其他合作商，他们都很青睐我的。我现在就联系他们，我一定为宋氏找来更好的项目。喂，陈总，是我是何雪飞。我听说贵公司连云广场正在招标，您看我们宋氏有没有机会？宋氏？什么东西也配惦记连云广场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上次明明说我们宋氏很优秀的，要跟我们发作合作机会的。那是因为段小姐在宋氏，我给段小姐面子才这么说的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块料了，还跟我合作，宋氏也配？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！哎，喂！果然是段林希。哎，马总，是我是雪飞啊。我们上次说的合作……何雪飞，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以前我看在段小姐的面子，给宋氏的项目，怎么转头就成了你谈的合作？不要脸的玩意儿！不，马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
不信都是段灵溪。喂，赵总，是我何雪飞。何雪飞，你也配直接给我打电话？懂不懂规矩？段小姐脾气好，不介意你当小三抢她的未婚夫，我可看不惯这不要脸的拜金女！呸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再打！何雪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总，不好了，各个合作商纷纷发来消息，说要和宋氏终止合作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说之前是因为段经理作保才愿意跟宋氏合作的，现在段经理被开除，他们不放心把项目交给咱们。段灵溪，所以之前看似顺利的合作，看似稳固的关系，都不是相中宋氏，而是冲着他段灵溪一个人来的。宋总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分明就是联合起来找借口，肯定是受了段灵溪的好处，故意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您相信我，我保证，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马上为我们宋氏尽快把所有的项目都给拿回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之前让你过去，就是让你签个字走个过场，你却说合作都是你谈成的。哈，你为宋氏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我竟然还相信了你的鬼话。不是，滚！立刻离开宋氏，我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宋氏从此与你再无任何瓜葛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眼看就能拿下宋氏跻身上堂时候，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宋旭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离了段灵溪，你他妈什么都不是！爷爷的教诲，父亲的叮嘱，你全当耳旁风了。对灵溪的付出视而不见，反而去相信何雪飞那个混蛋！现在好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公司的项目全黄了，公司也完蛋了。我他妈怪你，都怪你！林夕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错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宋总，我知道错了。林夕，又是段灵溪。林夕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好，我回来了。不愧是宋氏总裁，这滋味可比那些老帮菜强多了。只要拿下这个男人，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。
你是谁？我是段灵溪。你真的回来了？宋总，轻一点。爷，我前面没拍照。怎么是你？谁？是我走错了，继续。宋总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看，何雪飞，你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害我，真让我觉得恶心。不，宋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何雪飞，我告诉你，你连段灵溪的半根头发都不如。不，宋总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真的。你看看我好不好？你看看我，就一眼。灵溪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我们房间在另一边啊。那猛呢？没事，我就走错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早说过，何雪飞那个女人心术不正，可你非不信。你这个任性妄为的毛病在不在？迟早会断送整个宋家。爸，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明天就去和段立新道歉，重新和他履行婚约。你现在倒是愿意了，可人家段大小姐未必能够原谅你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道歉，取得她的原谅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还有何雪飞那个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林溪，我其实刚才都看到了，包厢里面的人是宋旭，你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？我能跟他有什么联系？我只是听了爷爷的吩咐，所以才宋氏待了半年。那你怎么就不愿意接受我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呀？你喝醉了？我没有醉。江家要我和京城苏家大小姐联姻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一些，我喜欢你，我们联姻好不好？林夕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肯定不忍心我娶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，你嫁给我吧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……哎，好。你答应我了？你答应我了？答应了。我有老婆了，我有老婆了。林夕，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我当然记得，我又没喝。不过有些人明明都已经喝醉了，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？我当然不会忘，能娶到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是我这辈子
最大的荣幸，昨天晚上的照见，我恨不得一辈子都刻在脑子里。林夕，我能和你单独聊聊吗？我们之间好像没什么可聊的。林夕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之前是我眼盲心瞎，被何雪飞蒙蔽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愿意履行婚约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宋雪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原谅你，还跟你履行婚约？林夕，你为我，为宋氏做了那么多，你一定是喜欢我的，不然你也不会。宋雪，别太自以为是了，我们两个之间毫无关系。更何况，我现在是应安的女朋友。朋友。宋总，你厌烦的婚约，林夕她也不行，但是她为了你，在宋家待了整整6个月，约了你28次。你呢？你在骄傲什么？这么优秀的女人，你却不屑一顾，自然有识货的人把她当成宝。现在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还请宋总以后离她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江一文对你不客气。林夕，我们走。下午约了试婚纱。什么？婚纱？怎么样？段小姐她和江映安结婚了。江家江映安，果然，像段小姐这么优秀的人，一旦错过，立马被别人抢走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公司送来的财务资料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。什么？爷爷！银行知道我们得罪了段家，不肯贷款给我们，我们哪儿来的钱呢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以为是，赶走了林夕。现在林夕走了，整个宋家也完了。爸，爷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整个宋氏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还是要赶紧想想办法救救宋家。哎，爸，当初不是您跟段老定的娃娃亲吗？要不您再去求求段老，要是他愿意再给咱们一次机会的话，说不定咱们宋家就能重回巅峰了。对啊，爷爷，段宋两家的情谊还在，现在段老爷子是拯救我们的唯一希望。段家能够履行婚约，已经是难能可贵。可是你却将段小姐赶走，你爷爷，你不为我考虑，你要为宋家考虑。为了宋家，我只能舔着我这张老脸试试看了。一会儿你见到段老道歉的时候，态度一定要诚恳，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追回段小姐。你放心吧，爷爷，我心里有数。为了整个宋家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各位是来贺喜的吧？哎，你别请，婚宴马上就开始。宴席？对呀，你们不是来参加小姐和江总的订婚宴的吗？什么？订婚？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订婚？你们怎么说话的？小姐和江总是青梅竹马，当然得赶紧订婚了。大喜的日子，哪有你们这么说话的？哦，你们不是来贺喜的吧？
这么快就订婚，看来已经得到了段老的首肯。我们没有机会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或许，这就是我应该承受的代价。林夕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们走吧，马上开席了。导演，是宋家来了。我那宝贝孙女，自幼是锦衣玉食，顺风顺水，却在他宋氏受了6个月的委屈。我段氏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明白。宋旭啊，宋旭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弄丢了段离熙，又搞垮了宋氏，废物！江颖呢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江哥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，这才刚订完婚，下周就要举办婚礼。你和段大小姐认识20多年了，又不差这3、5个月了，着什么急呀？我等她那么多年，如今她愿意嫁给我，我自然要把她风风光光娶进家门。至于宋旭，一个让她受尽委屈的人，我不希望他有任何打扰到你心。那宋家和段家只是定了娃娃亲，又没什么感情，你担心什么？这就是你不懂的地方了吧？林夕之所以能在宋家待上总等6个月，绝不仅仅因为段老爷子的命令，而是因为宋旭那家人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什么？你小声点。宋旭那家人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原来如此。什么？你小声点。那谁不知道宋旭对他那个助理那叫一个含情脉脉，段大小姐会喜欢他？我和林夕青梅竹马，15年同窗，我了解他。上学那会儿，他喜欢的男同学都是那种类型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就他大小姐的脾气，别说段老爷子压着，他不出3天就会离开我，更别提忍受6个月的屈辱。怪不得你急成这样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早早的定下婚礼，一个是让我早点安心，另一个是让母亲人断了念想。来，喝酒。我就知道，林夕她肯定是喜欢我的，我还有机会。婚礼之前，我必须再争取一次。林夕，你说的对，我过去引以为傲的眼光和判断力，在感情上简直一塌糊涂。我看到的只是我想看到的，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。帮我查清楚江映安和段小姐婚礼的具体时间和地址。
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2位新人闪亮登场！这江少和段小姐真是般配。是啊，2个人门当户对，还是青梅竹马，真令人羡慕。有请新人交换婚戒。等等。他怎么？这不是宋总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靠着段小姐将公司上市，转头就把段小姐给踹了，他也有脸来？你来干什么？李希，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也不会受了委屈，还能在宋氏足足待够6个月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宋总，如果你是来送祝福的，那我欢迎你；可如果你是来捣乱的，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和林夕的婚礼。宋旭，我们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是你主动提出来的。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，请你自重。林夕，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知道，是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你，让你心中有了怨气。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就可以弥补我所有的过错，追你多少次都行。够了！林夕，你明明很喜欢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那你喜欢我？我很显然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宋氏要完了。你也不是需要机会，你只是需要一个可以让你无限吸血的工具，让你重新变成一个风光无限的宋总。可以让你无限吸血的工具，让你重新变成一个风光无限的宋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……你当初把我赶出宋氏的时候，是有多么的高冷绝望。如果宋氏当时没有崩盘，继续青云直上，你还会站在这里？你绝对不会，你会觉得你所有的成就都是实至名归，然后继续居高临下的讽刺我、侮辱我。不是这样的，林夕，我能苏静，够了！当初我们的婚约是你亲自提出来取消的，今天在我的婚礼上演这一出深情似海的戏码，只不过是想让我继续当你吸血包罢了。来人，送宋总出去。林夕，从我那天晚上喝醉酒看到你那一眼，我就已经对你心动。你别装了，你只是后悔你看错了人，知道没有我宋氏就完了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对你心存幻想，但当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之后，我只觉得恶心。这么多年，依然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。我生病了会嘘寒问暖，我不开心了他会哄我开心。就算后来我去宋氏履行婚约，他也会全心全意的帮我，受尽委屈。你让我怎么可能舍弃他，去给你机会？宋雪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林夕，你再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。林夕，林夕，
婚礼现场抢亲，还以为多喜欢段小姐。哼，不过就是没了段小姐，风光不再了，真不要脸。婚礼继续，请新人交换婚戒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我们2位新人。你还有脸回来？竟然去段家的婚礼上去闹！我们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们宋氏就这样黄了。宋氏早已经不是你的了，是被你亲手送出去了。这是段氏收购宋氏的最终协议，法字签了，宋氏将正式并入段氏集团，所有债务也由段氏承担，宋家可以保留部分资产。什么？段家要吞并宋氏？这已经是段家看在往日的情面上给的最后一条生路了。爸，我真的错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是我害了整个宋氏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宋氏的总裁了。好自为之，签了吧。誰もが皆探しているこの世に想必大家已经收到消息，从今以后，宋氏正式并入段氏，而你全部解段总，这也太突然了。我在宋氏兢兢业业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我能说解雇就解雇呢？是啊，就是呀，凭什么？段总，这公司很多核心项目和客户的关系都在我们4个人手里，这么大的人事变动，对公司的运营波动啊！你们工作10几年又如何？你们是什么货色？
在过去6个月，我可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些是你们贪污受贿、违法乱纪的证据。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就赶快把字签了，然后消失在我面前。段林溪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是宋老爷子求着我爷爷，让段家收购宋氏，只有这样，你们宋家才能套现自保。段林溪，凭什么你被宋旭踹了以后，转头就能找到更好的江映安，而我费尽心思却只能苟活在底层，还要被宋家疯狂追捕，我不甘心。林溪，如果我当初没有那样对你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段林溪，你去死吧！段林溪，你去死吧！林溪，哎，林溪，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！段林溪，你靠着家族背景嚣张什么？放开我！上次挺放过你，还不知悔改。通知律师团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是，带走。林溪，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吗？都处理好了，我们走，回家。林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是我眼盲心瞎，亲手葬送了整个宋家。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，被清楚出你的心。